在天蚕金。天毒蛛毒力太强，我们不可能突破。已经3天3夜了，他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只要我们晕车在上面，跟我来。是。这天毒蛛乃玄天之流，灵力之强，能炼制万药，化解万毒。但毒力之巨，又可杀身食我。我等行医之辈，只可用以救治天下人，万万不可用于杀戮。师父，你是悬壶济世，救命无数，却因为天毒蛛被这帮狗贼活活逼死，连我为国门的妻子也……不要报仇了好吗？我只想和你好好活下去。师父，我好恨自己杀不过这些害死你的狗贼。我不服。不好！云彻死了吗？竟然死而不逃！云彻，你毒杀7大宗族100万之众，罪该千刀万剐。但你只要交出天毒蛛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。就凭你们也配？杀了这么多人，天毒蛛的毒力终于耗尽了。哼！小彻，小彻，小彻，
老爹已经去请司徒医生了，你要坚持住啊！灵儿，你醒了。元彻哥哥对不起你。小彻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小姑妈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小姑妈。小彻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今天是你迎娶夏清月的日子，你不会连这个都不记得了吧？夏清月，流云城第一美女，夏清月。哼，好你个萧彻！萧彻，说起美女，马上就有精神了。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哼，小姑妈，我……好啦好啦，老爹还在等司徒医生来给你看病呢。既然你醒了，我去叫他。小姑妈，小姐，这废柴居然活过来了！三长老为了这个废柴的玄脉，消耗了多少财力？要不是他，以三长老的实力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是门主了。血脉受损，我岂不是成了一个废人？天毒珠，居然是天毒珠里的世界。爷爷不会让你有事的。爷爷，我又让您操心了。在我心里，你是最好的。原来这一世，我叫萧彻，是个天生玄脉受损、无法修玄的废人，在这玄力为尊的世界受尽冷落，在爷爷和小姑妈极力呵护下，才得以长大成人，却不想在大婚之日被人毒死。幸而被随我穿越而来的天毒珠所救。小彻，你又怎么了？老爹，你快过来！你现在感觉如何？我没事。早上不是好好的吗？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晕倒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喝了碗粥就……小彻身体不好，饮食更要注意，那些上火着凉的东西都不能乱吃啊。我知道了。爷爷，这怎么能怪小姑妈呢？我的身体现在虽然残缺，但天玄世界如此之大，天材地宝无所不有，功法秘籍，汗牛充栋，还愁日后找不到修复玄脉的方法吗？您就别担心了，现在我们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，才是最重要的呀。彻儿，小彻，你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好了，时辰也不早了，我去准备迎亲的队伍。感觉好快啊，小彻竟然要成家了。等你娶了夏清月之后，小姑妈就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了。上一世，我虽然拥有逆天之力，却因执念痛失至亲之爱。这一世我虽然玄力全无，但却有爷爷与小姑妈这两个亲人陪伴与保护，这不正是我渴望的生活吗？小姑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和夏清月相差悬殊，不知你娶了她是福是祸？以后你要……放心吧，小姑妈，是福是祸，放马过来。我发现你喝了那碗粥，睡了一觉，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粥？少爷，吉时已到，该出发迎亲了。啊，这么快？稍等，马上就好。哎，这衣服真麻烦。
你们在干嘛？今天是萧公子的大日子，他再如何也是三长老的孙子。你们这帮奴才再这般势利，看我如何收拾你们！公子，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王叔，我想骑马。这匹选马乃是出玄境4级的选手，以你目前的玄力，恐怕……公子，想不到我的玄力竟孱弱至此。萧彻弟弟，没事吧？手掌残留着噬心散的气息。原来是玉龙哥和萧阳哥呀！你如今的玄力不及这批选手，还无法驾驭。今日迎亲是大事，为了稳妥，听哥哥的话，还是坐轿吧。多谢玉龙哥关心，但今日迎亲事关萧门脸面，不论如何，我也应……好样的，不愧是我萧家子弟，做哥哥的支持你，为萧彻弟弟挑选一匹白马吧。是。今天弟弟迎娶的可是我们流云城第1明珠，今夜不知道有多少豪门公子要哭死在家。我这个当哥哥的，真是为你感到欣慰和羡慕。玉龙哥说笑了，玉龙哥才是我萧门之光，我如何能让玉龙哥羡慕呀？哥，来了。吉时到了，快些出发吧。啊！启程。原来下毒之人就是他。废！我明明看着他喝下粥后就倒下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！说现在怎么办？夏清月就算嫁过来，也绝对不可能允许萧彻这样的废物帮他手指一下。而他进了我们萧门，岂不是任由我们拿捏？快点，这个队伍马上到了！来了！哼，看你们嘚瑟的样子。哎，新郎在哪儿啊？可不是嘛！这就是萧家公子，好帅啊！帅什么帅？据说天生残废，这辈子都不可能突破出玄1级。啊，比我还不如！夏清月为什么会嫁给这么一个废物？哎，他父亲萧英和夏红玉是结拜兄弟。据说啊，当年萧英就是为了救夏清月，消耗了太多玄力才被人所杀。18年前就定下娃娃亲了。哦，怪不得公子，你这又何苦呢？哎呀，
孽畜不知好歹，挡了萧门迎亲的路，还请萧管家恕罪呀！那还不快让路！岂敢！这只孽畜圈养多年，平日都很温顺，不知今日为何突然发狂？也许是看到同类了吧？袁公子早就对夏清月心心念念，这是诚心捣乱来了。嘿，这戏啊是越来越好看。区区一只征途兽，岂敢劳烦萧管家？今日萧家大婚，这大街上却都是愤愤不平之声，说萧家公子配不上咱们流云城第一美人，在下深感不公啊！今日倘若萧公子能够让我这不争气的畜生离开，那这场婚事我代表全城的百姓举双手赞成。对，岂有此理！萧门娶亲，岂容尔等胡闹？再不让开，王叔，我来。公子，这征途兽可是比玄马还要高2级的玄兽啊！你试试无妨。好，萧公子，请。这真的呀！哎，这废材是想要找死！这真替他担心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怪兽出玄境6级都未必对付得了，一个出玄境1级的废物，怎么会？啊！废物，快给我上！公子，快看！公子。吓人吧！嘿嘿，元霸，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好几天不见，想死你了！再不放手，我就死了。哇，元霸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夫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哎，弟弟等急了，让我来接你。元霸，等等，我要骑马。哎，好嘞，都给你捎上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新人送入洞房，宾客入席。哎，三长老，今天你孙儿娶媳妇儿，怎么如此冷清啊？怎么也不来婚宴上喝杯喜酒啊？快，来我院里坐坐。不好意思，我孙儿萧阳刚刚突破出玄境9级，我得抓紧帮他巩固巩固，实在没时间操心其他琐事。下次，你，哼，娶了夏家的小姐又如何？如今你儿子死了，孙子残了，
你这一脉算是废喽。不用送了，你们走吧。走吧，走。唉，醉成这样，看他怎么洞房。还想洞房？被赶出来就算不错了。想灌醉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天毒珠连流云城都可以装下，何况区区几罐酒？到底美到什么程度？果然，名不虚传。原来你的玄脉是被人所毁，这世间再也找不到方法修复了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不过那也未必。倒是你所用的冰系玄力很是特别呀。欲修冰云，必先冰心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修炼的应该就是冰云诀。想不到，你与传闻中不一样。哼，我与传闻中不同之处还有很多，且让我细细说与你听。站住！既然你知道我是冰云仙宫弟子，就应该知道，一入冰云，终身不可沾染情欲。之所以嫁给你，只为了报答萧伯父的救命之恩。你我完婚后，我就会跟随师父回宫。你我永远不会有夫妻之实。唉，又是一个被冰云仙宫骗的无知少女。窗外有人。嘘，别说话。哥，怎么样？他进去了，然后呢？灯灭了。夏清月只能是我的。萧彻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那你看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歇息吧。不许靠近我！那你让我睡哪儿啊？我睡地上吧。啊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可能让新婚妻子睡地上啊？那你睡吧。这，老婆，老婆，你要再敢叫我老婆，我就把你扔出去。那个，你真的让我一直睡地上呀？我会生病的。1个月之后，我就回冰云仙宫了。这几天麻烦你先忍忍。原来你会留这么久啊！谢谢你哦，老婆。我说了，不许你再……哎，我们可是拜过天地的，哪怕不同床共枕，我也是你丈夫。我不叫你老婆，叫什么？叫小青青吗？别冲动，别冲动。
老婆，你去冰云仙宫之后，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不会。哦，那我可是3代单传，如果就此绝后怎么办？哎，老婆，等你走了，我纳个妾，你没意见吧？哎，对了，老婆，你要再说一个字，我就把你扔出去。冷静，冷静。今日我怎会如此愚弄？你又干嘛？撒尿。这次你最好去茅房，不要随地大小便。随地大小便？什么随地大小便？那是我倒酒的声音。你可以看不起我的旋律，但绝不能侮辱我高尚的人格。什么柳云城第一明珠啊，冷冰冰没口热乎气儿，就像这星辰，可望而不可及。清月，师父，你已达成所愿，该和我回冰云仙宫了吧？请再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新婚当天离开，他会受到更刺耳的嘲讽。清月，你有善良、慈悲、感恩的心，真的很好。但是，你要知道，一入冰云仙宫，就要摒弃掉所有情欲。是，师父。为师1个月后再来接你。谢师父成全。啊！这是……星隐草，这可是炼制星隐丹的好材料啊！如此罕见之物，这破地方竟有2颗。小妹妹，小妹妹，天毒珠啊！你怎么知道？天毒珠为何会允许他进入？是因为吸了我的血吗？这么漂亮的小女孩，却身中如此剧毒，可惜了。喂，啊，小姑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该我问你吧。新婚之夜你不洞房，跑这荒山野外干什么来了？那个，我睡不着，出来看看星星。看星星？哦，你不会是被夏清月赶出来了吧？哼，太过分了，我找他去。不是不是，这是我的家，要赶也是我赶他呀。打肿脸充胖子，谁管你啊？
嘿嘿。唉，好久没一起来这里看星星了。小时候我们最爱做的事，就是晚上跑来这里看星星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突然下大雪了，结果爷爷找到我俩时，我们已经冻成了小雪人儿。那次老爹气坏了，罚我俩去扫雪，结果我们堆了一个很像老爹的雪人。我记得那还是你出的主意呢。啊，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啊！可惜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你长大了，成了家，有了牵挂的人。小姑妈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和爷爷都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家人。今后只要你们需要我，绝对第一时间就来到你们身边。这不是我屋的被子吗？夏清月来过。哼，老婆，你还不起呀？都日上三竿了。老婆，今天是你入门第一天，按规矩呢，咱们得去向爷爷请安。你不去啊，爷爷会很伤心的。走吧。唉，终于了了我最大的一件心事。清月啊，爷爷在这里要谢谢你。来，爷爷，您这样清月怎么敢当呢？哎，清月啊，这件婚事的确是委屈你了。爷爷向你保证，今后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报答你和你的父亲。哎呀，爷爷，您这哪的话呀？既然嫁进了我萧家的门，最基本的当然是孝敬爷爷，然后好好和我一起过日子，哪来谁欠谁？老婆，你说对吗？嗨，清月啊，别理他，这小子从小就油腔滑调。来来来，吃菜，多吃点，来年才好生个大胖小子啊！来，多吃点啊！老婆轻点啊！今后你再敢碰我一下，我砍了你的手！我们友情牵手，只是为了让爷爷开心，这也不行吗？你又想干嘛？老婆，今天我拉你手的时候发现，我这次说的可是正事儿。我吧，在拉你手的时候啊，不小心碰了下你的脉象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。你每日凌晨3时是不是都会从梦中惊醒，而且2刻钟内全身冰冷，四肢酸痛？还有，自从修炼冰云诀之后，每次玄力突破都会有好几天食不下咽，夜难安眠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你月事不正常。你过来，我不打你。我不，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冰云诀是冰系神功，初练时身体难免会不适应，之后自然会慢慢好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为什么你们冰云仙宫的人寿命都要比其他宗门短1/3呀？而且还失去了生育能力，
只能用尽情禁欲这种可笑的借口来遮盖。住口！你若再敢辱我师门，如果我能治好你呢？你会治病。我不但能医治你，还可以让你玄力修炼速度提升3倍。3倍哦，要不要试试啊？如果你骗我，当心你的手。你会针灸？小意思。老婆，你的手好滑呀。你到底扎不扎？已经好了。竟然瞒过了我的眼睛。双手放松，不要动用玄力。天玄大陆有此医术的没几个人，看来他没骗人。好了，这就完成了。哼，运气感受一下。冰云诀第3层，凝冰羽掌，随心所欲。玄力运行通畅，果然比之前快了3倍。第一次在催动冰云诀时，感受到了手掌的温度。冰系玄力啊，虽可伤人，但必先伤己。寒气积于经脉之中，久而久之会让经脉闭塞。若打通，寒气释放，玄力施展速度会快上3倍。如果将全身经脉打通啊，则速度要快上不止10倍。你能做到？当然了，现在相信我是神医了。那你可否帮我？可以啊，脱衣服吧。要疏通全身呢，大经大脉都在背上，你不脱衣服我怎么弄啊？要不你自己来？真的很想打死你。哼，不是不让我靠近吗？打脸了吧？来吧。我赢了。哼，不是不让我靠近吗？打脸了吧？来吧。我赢了。这次不能快，大穴扎错了不得了。这是第1次，后面还有6次，会越来越好的。怎么了？我一个初玄1级的废材，给你个10级的天才运功疗伤，我容易吗？我，哎，你去哪儿？我不能真睡这地上吧？去随便找个鸡窝狗窝喽。哎，孤独寂寞冷难挨，暗自饮气到天明。回来，睡床上吧。啊？我只说1次。太好喽！我赢了。不用这样吧？就凭你的玄力，我靠近了分分秒秒弹开啊！对了，老婆，求你个事儿呗。说。老婆，你去冰云仙宫之后，能不能帮我搞到七玄玲珑草、紫麦天晶和地玄寿玄丹这3样东西啊？这3样都是天地至宝，几乎没有人可以同时得到。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唉，修复玄脉。我尽力。
个王八蛋这个时候敲钟啊，让我美梦。这可是个好机会，这样下去，咱们就一失望了。三长老，掌门，为何敲惊天钟？出什么事了？三弟，你来了，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。哦，萧宗来信了。自从先祖被萧宗下遣到流云城，100多年都不闻不问，如今终于来信了。此番宗主不仅派最宠爱的少子前来，还要在这儿挑选一个弟子带回萧宗。这是要重新承认我们，续承宗谱吗？这儿的宣派有救了。恭喜掌门，贺喜掌门！这是我们整个萧门的大喜事，你单向我一个人道喜干什么？萧宗要选个弟子带回去，除了玉龙还能有谁？难道不该向掌门道喜吗？本族子弟人才济济，怎么好说就是玉龙呢？你家萧阳也很出色嘛。我那孙儿哪敢和玉龙争辉？但是比起那个废柴是强差不少。二长老，你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该不会妄想着萧彻能入萧宗法眼吧？我并无此意，我只是这些年为了你那个废物孙子，消耗了门内多少天才地宝，现在居然还惦记着进入萧宗。你那孙儿简直是丢萧门的脸！太甚！小烈，宗主面前你还想动手不成？三弟，先祖面前不可冲动啊！三长老，你不要仗着萧门没人打得过你就任意妄为！你可想好了，等你100年以后养活萧彻的可是萧蛮！掌门，我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好，你若有事，先忙。早就听说夏小姐年方18，却已经是出玄境10级的高手。今日终于有幸得见，萧彻不在。不妨。你好，夏小姐，在下萧玉龙，是萧彻弟弟的堂兄长。其实我是专程来拜访。我在修玄，恕不接待。这个女人只能来点硬的了。从出玄境到入玄境，有一道难越的天堑。玉龙作为过来人，对于突破出玄境也算是略有心得。趁着大好机会，我们切磋交流一番如何？既然夏小姐并不反对，那我来了。萧公子，请回吧。夏小姐果然深藏不露，现在我可要认真了。
玉龙哥，你为什么是从天上过来的？修炼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哎呦，这是什么高深的玄术？落法很是别致啊！不要紧吧？不妨事，不妨事，告辞了。啊？这女人下手有点狠啊。不过我喜欢。哎呀，怎么还不来呀？报！萧宗的车辇已至门口。啊！二位长老，快随我去迎接。流云城萧门掌门萧云海恭迎萧宗贵客。带路吧。是，这边请，请。哼，如果不是萧征长老去世遗书，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。流云城乃是边荒之地，当然入不了少宗主您的法眼。哼，你们先祖只是个被我们萧宗赶出门的废物，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称王称霸，哼，真是好笑，好笑啊！哎，我来这里的目的你们应该都知道了。废话少说，明天上午让你们族里所有人集合，我会亲自挑选一个带回萧宗的。啊，明白明白，辛苦少宗主了。萧堂主，这是我爹叫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，收下吧。啊，多谢萧宗主和少宗主的深情厚爱。这里面是通玄散，能大幅提升修炼速度，对于受损玄脉也有极好的修复功能。这在萧宗都算是好东西了。修复玄脉，小车的玄脉有救了。啊，劳烦萧宗主费心了。这些日子天天跋山涉水，搞得腰酸背痛的。啊，玉龙，快带少宗主去休息。是，爹。少宗主，请。哎呀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萧长老，不要扫了萧公子的兴致嘛。说话呀！你是哪根葱？萧公子，旅途劳累，要不要在下帮你按摩放松一下？就你也配？给我滚！别担心，少宗主该去休息了。休息？没看我正忙正事儿吗？少宗主难道忘记宗主临行前的嘱咐了吗？你，哼，这个萧墨云真是越来越放肆了。完全就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少宗主，宗主特意吩咐过，说此行尽量低调，不要惹出什么麻烦。麻烦？我就看看漂亮小妞，能惹什么麻烦？少宗主息怒。你来干嘛？给我滚远点！他叫萧灵溪。其实她还不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女人。哎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少宗主，请随我来。她叫夏清月，乃是我流云城第一美女。姓夏，她不是萧门的人吗？她是三长老孙子萧彻刚过门的媳妇儿。嫁人了？这个什么萧凭什么？萧彻从小玄脉残废，是整个流云城第一大废物。这还有天理吗？还有王法吗？
这样糟蹋一个仙女是不允许的，耻辱，全人类的耻辱！谁说不是？我们也早就看不下去了，就盼着少宗主您这样的大英雄来主持正义，还我们公道。不过，怎么播？你有什么好建议吗？你知道，像我们这种有身份的人，做事儿得漂亮。玉龙自有办法。你小子有前途啊！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萧灵溪，我也……您放心，我早就计划好了，一次性全搞定。这是最后一次了，老婆乖啊，不疼的啊。你对我冰云仙宫如此了解，不仅知晓教义，连冰云诀的修习之法也知之甚深，还有这一手医术，你究竟师从何人？当然是跟我师父学的。我师父是一个最伟大的医者，一生悬壶济世，救人无数。我是他唯一的传人，他对我恩重如山，我终身难报。天玄大陆竟有如此高人，那他现在何处？大功告成。快放开，否则我……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？谢谢老婆，好甜蜜啊！以你针灸的手法，不要说小小流云城，在任何医药宗门都能排在顶尖。明日萧宗来挑选弟子，你或许可以一试。那么多人挤破头，我才懒得去凑那个热闹呢。这萧宗乃是与我冰云仙宫齐名的4大宗门之一，近些年势力扩张，连苍风帝国的皇室都要礼让3分呢。能人异士、灵丹妙药，想必不在少数。若是你去了被选上，你的血脉或许还有办法修复。我的血脉啊，萧宗那儿是行不通的。我师父说过，只有一种办法。什么？吻我。我一定要拿到通玄散，治好小赤的玄脉。我萧门流落在外100年之后，蒙宗主大人的恩典，又重新回到了萧宗大家庭的怀抱。云海，我真是……这精湛的演技，我都要信了。小彻，你别乱说话。宗主大人让萧门重归族谱，是要在我们的年轻子弟中选一个资质最好的带回萧宗。下面，被我唱到名字的人依次上台，向少宗主展示玄力。慢着，我还有句话要说。好，恭请少宗主训话。昨日交予你的通玄伞，不如就将它作为礼物奖励给中选之人吧。灵药就应该给最有前途的人，用在垃圾身上完全是暴殄天物。小掌门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对，不愧是少宗主，目光远大，格局就是高啊。那你就拿出来吧，我要亲手颁发奖品。怎么了，小掌门？你不会是心疼舍不得吧？不，当然不是，只是什么？快拿出来！我该死！
昨天我收到少宗主的馈赠，就交给了药师房，让他们好生保管。可是刚才那药师房突然通报说那盒药不见了。校长们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云海怎么敢跟少宗主开玩笑？真不见了！想搞什么阴谋？我萧宗的礼物也有人敢偷？装通玄伞的那只乌木盒上有我萧宗独有的天鹰印记，只要我发动萧宗的独门玄功，就能够感应得到。小九，是。在那儿。谁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快给我交出来！现在我数到3，数完之后再被抓出，就不仅仅是家法伺候了。1、2、3。少宗主，通玄伞在此。哼，这么快就找到了吗？小九，这个盒子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66号院，主室枕头下面。不是我。快给我交出来！现在我数到3，数完之后再被抓出，就不仅仅是家法伺候了。1、2、3。少宗主，通玄伞在此。哼，这么快就找到了吗？小九，这个盒子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66号院，主室枕头下面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竟是冲着小姑妈来的。西，怎么会是你呀？你，哎呀！掌门，真的不是我偷的，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还敢狡辩！这通玄伞是在你枕头底下发现的，不是你偷的，难不成他自己飞过去的？哟，没想到这个胆大包天的窃贼，居然是个漂亮的小丫头。哼，刚才给你机会你不要，那就别怪我不懂怜香惜玉了。啊！少宗主息怒，萧灵溪之所以会窃取通玄伞，应该都是为了他的侄子萧彻。这萧彻天生玄脉残废，昨日听说通玄伞有恢复经脉的奇效，定是因此动了心思，一时糊涂。还有这种事情？还请少宗主念在萧灵溪年幼无知，又是出于一片赤子之心，能从轻发落。这个老家伙表面上是在求情，其实把小姑妈的罪名坐实。这个混蛋！你说的还有点道理。不过萧宗一贯家法严明，萧灵溪情有可原，但罪不可恕。我总不能说放就放啊！唉，这样吧，我把他带回萧宗，交给戒律堂，他们一定会给出一个合法合情的处置，是不是啊，萧堂主？不是我偷的，我不会认罪。给脸不要脸！小八、小九，拿下！慢。关于通玄伞被窃，我有几事不明，想要讨教一下。彻儿，小姑妈，不要害怕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这是三长老萧烈之孙萧。知道，就是那个不能修玄的废物嘛。哼，你有啥要说啊？门主一向谨言慎行，为何不把如此重要的至宝带在身边，却放在了无人看管的药室房这个最不安全的地方呢？萧彻，你难道在质疑门主监守自盗不成？萧灵溪盗窃通玄伞也是因你而起，你再这帮胡言乱语，小心连你一起处罚。我哪有胆子质疑门主啊？
只是问出自己内心的疑惑而已。门主当然不可能做出这么猪狗不如、天地不耻的事，所以一定会给出最完美的解释，对吧，门主？通玄散珍贵无比，且药力容易逸散，所以我才将它放在药气充裕的药室房中。而且萧门中人一向自爱，实在没想到，竟然会出现家贼。不是我。小彻，你可听清楚了，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原来如此，门主果然博学多才，还知道药气这么专业的东西。既然通玄散是在药室房被盗，那存放它的乌木盒表面必然会吸进大量的药气。不知道门主敢不敢把那盒子拿过来，让我闻闻上面有没有该有的气味呢？这乌木盒和通玄散何等珍贵，岂是尔等可以随意触碰的？哎，既然他有疑虑，那就证明给他看便是。小九，你闻闻盒上是何味道？是。回宗主，确有浓郁的药气。请问是何种药气的味道？药室房药物繁多，当然是各种味道交织，难以辨认。药室房虽然药品种类繁杂，却是以疏落草数量最多，这常去药室房的人都知道啊。所以这药气的味道，应该是以疏落草的干腥气为主吧。这个小彻平时呆头呆脑的，怎么今日如此能言善辩？还敢跟我提药气，看我不玩死你们！萧公子，听说萧宗一向公道，断不会让无辜蒙冤、真凶逍遥法外。还请萧公子赏脸，闻一下盒子上的味道，以解我心中的疑虑。对，当然只有少宗主才有资格去验嘛。哼，真是麻烦。又干又腥，腥？校长们，你将宝盒与这种低等草药放在一起，什么意思嘛？是，都是在下的错。不对吧？刚刚在下一时不慎，有句话说错了。疏落草的味道不是干腥，而是干苦。萧公子却闻到了腥味儿，这让在下百思不得其解呀。不知道在场的各位，谁知道原因？混账！竟敢戏耍少宗主！哎，这位萧宗的朋友，我正好有个问题向你请教。你刚才说通玄散是在我小姑妈枕下找到的，不错。那能否告诉大家，她的卧榻是向东还是向西？枕头是何颜色？放在床南还是床北啊？哼，这通玄散真是在我小姑妈房内找到的吗？还是你早就揣在身上，蓄意嫁祸于她？放肆！居然敢怀疑到我们萧宗头上来！来呀，给我拿下！是。糟了，光顾着玩，居然忘了我没有玄力。萧宗原来就是这么不讲道理、以势欺人的吗？哈哈，我就是欺负你，怎么了？且慢，此事怕还有蹊跷，不可武断认定。你为这废物说话？还望少宗主为萧宗名声、宗主脸面着想。萧长老英明，少宗主三思啊！哼，我的女儿绝不可能是偷窃通玄散的人。昨日少宗主赠送通玄散后，我就担心灵犀她会做傻事。灵犀，你要做什么？老爹，难道就看着小彻那样一辈子吗？不要冲动，彻儿的事情
还要从长计议。我整晚都留意着灵犀的动静，敢保证直到天亮，他都没踏出过院门半步。为了给女儿开脱，真是什么笑话都编得出来。你觉得会有人信吗？萧烈此生虽无所成，却从来以攻心应命，无私心立身。纵然不敢说是坦荡豪杰，可门内谁不知道我从不欺人？哼，骗了整个萧门10几年的人，居然自称从不欺人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萧玉龙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三长老，你说你从不欺人，那么你敢以你儿子萧英的名誉起誓，说萧彻是你的亲孙子吗？玉龙，这可是关系血脉的大事，不能胡言呐！孩儿不敢有半点虚言，是孩儿亲耳听到三长老在萧英墓前说的。他虽非你亲生，却是你用性命和亲生骨肉保下来的。我一定会尽我所能，让他平平安安度过一生。是你，三长老，你敢以萧英的名誉发誓，萧彻真的是你的亲孙子吗？老三，玉龙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老爹，你说话呀！告诉他们不是真的。爷爷，这是真的吗？彻儿，对不起。真是一场滑稽的好戏呀！你萧门本就是萧宗的野种，没想到野种里还有野种。萧掌门，还不把这野种给我轰出去！是。萧彻，之前的事我不再追究，但你非我萧门中人，请马上离开。从今往后，也不许再踏进萧门半步。哼，萧彻，爷爷，您养育了我18年，我此生无以为报。不管是否亲生，我永远都是您的孙儿。萧彻。萧彻，慢着，你和夏小姐的婚事如何了结？萧玉龙，我的婚事轮不到你来插嘴。你与夏小姐的婚事是为报我堂叔恩情，是属于她的亲生骨肉的，野种凭什么取而代之？做人要讲道理，你把婚书交出来。夫妻一场，是分是合是咱们的事，天王老子也管不着。现在婚书在你手，是毁是留，自己做主。保护好我爷爷和小姑妈。夏小姐，这场闹剧实是我萧门不察，以至于祸害了你。今日终于拨云见日，还望能够海涵。只要你撕掉手中婚书，之前一切就烟消云散。以夏小姐的天赋才貌，还怕找不到如意郎君吗？我夫君的话，你没听清楚吗？啊？我们的事，轮不到外人智慧。
这桩婚事既关涉萧门，也就与我们萧宗有关。我堂堂名门巨派，也容不得被玷污。萧九，给我毁了这婚书！是。秦月，这是玄度虚空。你们萧宗出息了，居然干涉起我宫弟子的婚姻大事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冰云七仙，你说什么？少主，他是冰云七仙中的楚月离，千万不要冒犯。10个我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师傅，师傅，萧狂云，你好大胆子！现在不，前辈，夏小姐是贵宫弟子，这晚辈完全不知道啊。现在知道了。误会。此件事是否已了？是。走吧。哼，还不快将这个偷盗通玄伞的窃贼拿下，带回萧宗发落！师傅，今日之事是因我而起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楚仙子什么意思？我门中家事，你也要插手吗？我对你家事毫无兴趣，但通玄伞已送给萧门，纵然萧灵溪窃药，该由萧门惩处。萧门主，门内之人盗窃，该当如何处置啊？盗窃重宝，应在后山寺过洞，禁闭15年。我教女无方，又欺瞒萧门，理当一同受罚。满意了？小彻，我要杀了你！为何我所爱之人都因我而遭遇不幸？看来只有绝对的实力，才能守护我所珍视的一切。让你们见识一下神医的威力。天毒珠淬炼。萧玉龙